先别着急划走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每天拼命的健身，吃昂贵的补剂，可能只是在跟原本就写死的结局做无用功。过去我们常说长寿的遗传率大概只有20%到25%，但如果你去读2026年的最新的 Science 论文，你会发现，在修正了统计学口径后，这个数字已经修正到了55%左右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涨幅？不是人类基因突变了，而是以前的算法没能把意外和衰老分清楚。你想想，1918年大流感或者战乱年代，很多年轻人离世，这在以前的大数据里都被算成了寿命短。这就像算平均分，把缺考的人也算进去一样，严重拉低了数值，掩盖了人类真实的生理极限。所以以前的研究之所以算不准，就是因为外部噪音太大，干扰了我们对基因真实影响力的判断。那排除掉意外干扰后，真正的衰老是什么？在学术界，我们遵循 Gumbers 定律，它揭示了一个规律：成年以后，死亡风险是随年龄指数级上升的。为什么是指数级？最核心的生物学机制之一叫做体细胞突变。我们身体里有几十万亿个细胞，每天都在分裂复制。只要复制，就难免会出现错配。2022年 Nature 的一项跨物种研究给了我们非常有力的证据。研究人员对比了小鼠、老虎、人类等不同物种，发现了一条惊人的规律：一个物种的寿命长短与它积累基因突变的速度成严格的反比关系。小鼠只能活2-3年，因为它细胞里的错误积累得飞快。人类能活80-90岁，是因为我们的 DNA 修复系统更强，错误累积得更慢。所以长寿的本质在分子层面上，就是看谁的身体更耐磨，更不容易出错。回到开头那篇 Science， 他之所以得出55%这个数字，不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长寿药，而是研究人员通过数学建模，把那些因为运气不好、环境恶劣导致的非自然死亡，也就是我们要剔除的环境噪音，给剥离掉了。当你去掉了那些干扰，只看自然衰老的数据，你会发现，基因在决定你能活多久的这件事上，权重比我们过去认为的要大得多。这意味着，在现代医疗和安定的环境下，只要没有遭遇重大意外，人的寿命上限确实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你的先天生理基础。听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基因占了一多半，那环境就不重要了吗？恰恰相反，正因为基因也就是个生理基础，剩下的那一半环境因素才是我们唯一能主动干预的变量。环境是如何起作用的？来看2025年 Nature 的一个全美范围的搬家实验。数据很直观，当一个人从拥挤的城市搬到一个步行友好的社区后，不需要任何自律，他的日均步数自动增加了1000多步，并且常年保持。这说明环境不是虚的，它会直接重塑你的行为模式。而这些行为改变，无论是运动、饮食还是压力管理，最终都会通过表观遗传，比如说甲基化修饰，写进你的身体里，动态的调节你的衰老速度。除了基因和环境，做科研久了，我们还会对一种力量保持敬畏，那就是随机性。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线虫研究时，经常看到基因完全一样的线虫养在完全一样的环境里，有的活了20天，有的能活30天。为什么？因为微观层面的分子碰撞、蛋白折叠本身就带有概率。有时候修复蛋白正好碰上了损伤点，修好了；有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没修好，细胞可能就病变了。这种微观层面的随机误差，随着时间累积，就会造成巨大的个体差异。这部分我们没法控制，只能接受。所以总结一下今天的观点：第一，基因确实很重要，它是你的生理基础，这一点我们要尊重科学数据。第二，环境是你的杠杆，好的环境会自动优化你的行为，进而通过表观遗传改善你的健康。第三，接纳随机性。我今天分享的这个55%的数据，不是为了制造焦虑，而是想告诉大家，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，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有机会排除外部干扰，去拼一拼内因潜力的人。既然基因改不了，随机性抓不住，我们能做的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，
别让坏的生活方式去干扰你身体原本精密的修复系统。这里是 X Lab， 关注我，与我们用科学数据看懂衰老。